今天我们来聊聊 AI 尊者 Palantir。会叫尊者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王者叫 NVIDIA。嗨，我是学胖，你也可以叫我肖芳。很多人都很喜欢 Palantir， 但这只股票已经涨这么多了，这时候还能继续加码买进吗？手上有股票的又应该获利了结吗？在做判断以前，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POTR 的背景。那 Palantir 有4个最主要的产品。首先第一个产品呢就是 Gotham 是主要用于国防数据分析跟情报收集的一个软体。2011年美国暗杀宾拉登就是用 Gotham 办到的。你可以把 Gotham 想象成是一个超强的军事大脑，士兵在战场上准备要战斗的时候，这个 Gotham 就像是一个精准快速的分析师，他可以告诉士兵说这里有敌人哦，你可以用飞弹或步枪来解决它。 Gotham 会帮忙找出敌人的位置，然后告诉你最适合的武器，而且还可以控制无人机跟卫星，就像一个指挥官一样，你飞去那边看一下，你照那个区域，你拍一下那个方向。 Gotham 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帮助做决策的人在很混乱的战场当中快速的去判断该怎么做，该使用什么样的资源或武器，让每一个武器都可以用在对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山洞、在碉堡、在矿坑，只要有 Gotham 这个地方就能变成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利用 AI 大数据分析缩短决策的时间。 Gotham 就是这么强大，所以多半会买 Gotham 的都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再来 POTR 的第二个产品呢就是 Foundry 啊，它主要就是提供给商业客户去做使用。比如说 A 公司想知道哪一批产品最容易出包，那利用 Foundry 把公司的所有资料喂进去，建立出 AI 模型之后，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哪一个厂房里面的哪一台机器设备在什么时候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是最容易出包的。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利用 Foundry 抓出营运流程当中所有散落在各个部门、各个流程当中的资料，把所有的数据串接起来并进行分析，那这样子就可以去改善公司的经营效率。不管是金融业、医疗业、制造业、航空业，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Foundry 来去搜集营运上的所有资料。像 Airbus 这一间飞机制造商，他们就曾经运用 Foundry 去搜集飞机的感测器数据、引擎数据、维修记录、飞行日志、零件库存进出等等的资料，把这些数据串起来去改善营运流程。再来第3个产品就是 Apollo 比较像是一个后台系统，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background 一个环境，它可以确保 Gotham 跟 Foundry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安全顺畅的运作。很多企业跟政府机关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也必须要去收集很多的数据资料做分析跟决策。在战场上、工厂里、飞机上，这些都有可能有需求。而 Apollo 平台呢，就能确保企业跟政府在这些没有云端网络的私域当中，也能够很流畅的去使用 Palantir 的软体。最后 POTR 第4个产品就是现在很红的 AIP 是结合大型语言模型，透过深度的数据分析跟 AI 技术的应用，提供客户更精准、更高效率的决策资源。我知道这样讲你可能听不太懂啦，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懂了。比方说，假设美国的一家制造公司，他们刚刚接到了警报，说飓风可能会侵袭美国南部的一个配送中心，那这个配送中心可能要暂时的关闭。这时候他们就可以用 AIP 来分析配送中心的营运状况，帮助管理阶层去决定是要加快配送，还是延迟配送，还是干脆取消客户订单，或是其他的处理方式。过去可能要花好几周甚至是好几天的时间，管理阶层才有办法决定说到底是要加快、延迟还是取消订单。但是现在有了 AIP 这个工具，公司就可以在短短的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内就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因为 AIP 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帮助主管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那就 POTR 整体的产品规划来看，我认为是非常全面的啦。我来帮大家统整一下好了。首先第一个产品 Gotham 主要的功能就是去运用 AI 大数据分析进行情资的整合跟任务的决策。那 Gotham 的应用情境呢，大部分是会用在战争、国防跟反恐，所以它的客户多半都是一些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跟美国的政府。再来 Foundry 主要的功能是做一些资料的内部整合跟建立数据模型，所以它主要是用来企业流程优化上面，主要的客户就是针对商业客户。再来 Apollo 是一个后台平台系统嘛，所以它是提供软体部署、更新跟维运的。那客户就是政府跟商业客户基本上都可以使用。最后的这个 AIP 是把 AI 大模型整合进整个企业流程，让非工程师也能够运用 AI 来提升他们的决策效率。所以这个呢，主要是应用在企业的营运决策上面，政府跟商业客户基本上也都可以使用。透过这4个主要产品， POTR 不仅协助客户做资料分析跟 AI 大数据分析，甚至连企业或政府真正在做决策的阶段，他们都能够实际帮得上忙。这也是为什么我从2023年就开始分享 Palantir 这间公司，因为 POTR 是真的可以帮助客户透过 AI 技术落地应用，而且不论是什么样的公司形态，基本上
都可以使用 POTR 的平台。不过现在 POTR 的股价真的很贵，从之前的7、8块、20块涨到现在160块了，本益比高达657倍。POTR 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如果手上持有股票，那该卖掉吗？这就要谈到现在的全球局势以及 POTR 在当中的角色了。不过在这之前，先提醒大家，我有一个零诈骗的私人社群，里面会分享很多我近期看好的公司，或者是我的一些投资策略分享。如果你不想要再进到一堆充斥着诈骗的群组，又想要有人能够跟你一起讨论投资的话，欢迎加入我的肖邦投资集团。OK， 回到正题，从乌俄战争、以伊冲突，再到最近的泰国、柬埔寨的军事冲突，今年的战事纷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想想哦，美国政府在这里头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美国军方又需要什么？当军事冲突越演越烈的时候 ，Palantir 就越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军方会需要透过 Palantir 来得到更多的 AI 上面的资源，把情资啊、卫星数据啊、无人机的资料全部整合在一起，他们才能够更快速的做出决策。比方说，当年暗杀宾拉登，美国就是运用这些资源去找到宾拉登的确切位置的。又比如说，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把原本跟 Palantir 的 Maven Smart System 合约额度提升7.95亿美元。虽然我也很不希望发生战争，但现实就是今年真的很多战事，而当世界越乱，战争冲突越多，政府就越愿意花钱投资 Palantir 这种高价值的战略 AI 工具。所以就短期世界情势而言，我认为对 POTR 还是相对有利的，除非有突发的利空政策或财报大幅不如预期。至于长远来看啊 ，POTR 除了在国防领域非常有优势以外，我认为它在企业端的潜力才刚刚开始。你去问现在的制造业、能源业、医疗产业、金融业，谁不想要把内部的资料用 AI 跑起来，优化流程、降低成本？甚至连我这种一人公司、中小企业，我都想要用 AI 去优化流程，去加快脚步，更不用说是那种有一点规模的企业组织。那根据 Palantir 2025年第一季的财报显示 ，POTR 的美国商业客户数量年成长了 65%， 目前是有432家企业客户的，而美国境内就有超过2000家的大型企业 ，POTR 才服务到了其中不到1/4，所以它还是很有成长空间的。更不用说海外多的是它的潜在客户。目前 Palantir 的总商业客户数量是622家企业，过几天 Q2 财报出来，这个数字应该会更大一些啦。总之，现在的海外客户还算是很少的，这个是我认为 POTR 的潜力。当然，国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法规上的限制或隔阂，要进入各个国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门槛在，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是可以克服的。再加上 POTR 的护城河真的是很强啊。假设今天我们用了 Palantir 的 Gotham、Foundry 或 AIP 系统，你的整个决策逻辑、你的整个资料串接还有作业的流程都会被牵进去。好，真的是牵进去哦。如果你想要换系统，那等于是把你的这个脑袋重整，把你的所有神经系统打掉重建一样，风险更高，又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这种结构性的粘着度是相比那些一般客户对于一般企业的产品的喜欢更牢固的。单纯喜欢，所以常常用这间公司的产品，跟焊进去身体里面的那一种粘着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 POTR 的 Rule of 40可以一季一季攀升的原因。客户粘着度非常的高，自然客户终身价值也就高。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一旦用了 POTR 的系统平台，我认为要离开要换是比较困难的，门槛是高的。比如说像五角大厦、情报局这种单位，就不太可能一再的去更换系统。接下来你可能会问，POTR 过几天要发 Q2 财报了，到底是会是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机会上看200呢？好啦，不要乱猜股价，到时候被打脸。但我认为表现应该不会太差。上一季公司宣布的第二季财测是934到938 million， 相较于第一季的884 million呢，会成长54个 million。预估2025年的营收也会来到38.9亿到39.02亿美元。看起来 Palantir 是会持续成长的，没有问题。那以往 POTR 的财测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所以下一季的营收或财测高过于上一季，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当然啦，实际情况还是要看看过几天真的财报出来才能知道。至于股价就不一定了，不要觉得说我这样讲好像股价就会涨哦，恭喜圣牙森。毕竟分析师预期跟实际的状况可能也会有落差，还有新闻啊、总经啊等等的，也是会影响股价的。所以今天的重点也不是预测股价嘛 ，OK？ 那大家一定很关心啊，现在估值这么的高，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办法买？本益比高达657倍，还能买吗？如果现在手上持有股票，到底要不要卖掉呢？这些问题老实说，我还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每一个人的投资策略都不一样。但我自己是会这样看啦，如果是以长期持有为核心，你看的是未来5年、未来10年的成长空间，那我认为 POTR 的故事还在走。
甚至可以说 POTR 正处在一个快速扩张的甜蜜点，像是美国境内企业市场还没有饱和，政府的合约也还在扩张，海外的市场也才刚起步。但如果是短线的角度，就真的要比较在意估值的问题了。虽然成长股的本益比通常真的会比较高，因为投资人比较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去投资它嘛。但是我觉得现在股价已经把很多的梦想都先反映进去了，一旦成长速度没有跟上，这个股价就很容易被大幅的修正。所以短线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啦。那你目前的状态是 A 长期看好，逢低会加码买进，还是 B 已经持有股票，但是现在会观望不动 ，C 涨太多了，我已经获利了结了 ，D 估值太夸张，我不会碰这张股票。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要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